5.3 的剧情呢，相信大家都已经过完了。那么对于纳塔大版本主线的收尾，各位对这个剧情有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个人看法是，本次 5.3 的剧情在情绪的渲染上维持了原神一贯的水准，但是在结构和节奏上，我越回味呢，越觉得有一些问题值得和大家去分享。可以说高光的部分高光，尬的部分呢也能抠出3室一厅。这种割裂感甚至让我觉得是编剧听取了 4.8 社区对于剧情的反馈之后临时调整内容导致的。和 5.1 的主线比起来，虽然场面 CG 都很酷炫，但是 5.1 的节奏把控会好很多。所以个人感觉 5.1 已经把氛围给烘托上去了，但是经过 5.2 的冷却和 5.3 剧情结构的问题， 5.1 优秀的剧情体验呢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属实是有一些遗憾的。那么接下去我会借鉴影视区拉片的方式，和各位一点点去分享 5.3 剧情优秀的地方和我认为不足的地方，以及我会给出我的修改建议，有理有据，不是口嗨，也不是语音。本次 5.3 的主线任务总时长呢在4个小时左右，根据玩家阅读和战斗的速度会有快有慢，但本身流程并不算长。那么每个篇章持续的时间会影响整个剧情的结构，是松散还是紧凑，所以我也会把每个篇章所用的时间给标注出来。第一部分呢，地中残景，这部分的持续时间呢在5分钟左右，很简洁的通过旅行者的一个梦境去给队长用心脏收集灵魂的往事做铺垫，作为一个伏笔和悬念的开头，给玩家的感受是接下去的故事，队长的动机可能会成为影响纳塔剧情发展的重要因素。只不过在这个时候没人知道，这是队长的第一幕，也是倒数第2幕。队长剧情上的一些仓促感，我认为就是来自于这些有意无意的伏笔，总让人觉得要搞个大的，结果呢也确实很大，但又不是玩家想象中的在剧情中有很强存在感的那种大。但总归作为开头，作为一个伏笔，中规中矩，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那第2部分，正如日出日落，这个篇章在1个半小时左右，分2部分。一部分是大战前夕参与流泉之众的庆典，然后呢，通过庆典上的交谈和解梦，进一步的去渲染队长的秘密。第2部分呢，是送卡奇娜回家，以及测试古名，在这个过程中展现了深渊对于纳塔的影响。庆典的部分，剧情用了50分钟，把纳塔人灾后的日常，每个角色的状态都体现了一下，还有一些和阿乔轻松的斗嘴。这部分我个人会提出异议。诚然，我认为编剧是想把这些日常融入到纳塔的世界观塑造中去反映角色和纳塔人的精神面貌，用意是挺好的。但是50分钟的偏日常描写，占用了整个剧情20%左右的时间，从整体上来看，是不是就有些太长了？这一部分唯一推进主线的就是最后的欧洛伦去解梦。那么我认为这种偏日常的内容不是不能有啊，而是占比的问题。如果本次的剧情长达6个小时，那么前置50分钟的日常状态描写是一种让玩家带入剧情、理解角色情绪的好方式。但是一共就4个小时，决战部分也就1个小时，那对比这里的50分钟，是不是就有一些过于奢侈了？另外呢 5.3 的剧情从 5.1 开始，玩家期待的就是决战嘛，用50分钟去描写对剧情推动帮助较小的其他角色和部落的日常，一定会让部分玩家觉得迟迟不进入主题。那哪怕这部分日常写得很好，但也会有一种跑题了的感觉，就很容易让观众的注意力分散掉嘛。那相比这一部分的松散，接下去送卡奇娜回家测试古名的部分就表现得很棒了。起风龙和灵魂大多数是过去版本出现过的 NPC， 既表现出来深渊对纳塔的影响，这些熟悉的面孔呢，又激发了观众的隐忍之心，对于接下去的大战是一种很好的情绪上的铺垫。所以这部分虽然时长也有40分钟，但是我相信玩家在过这部分剧情时候的集中力一定是更高的。那么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剧情后，我们终于要进入到大决战的部分了。大决战演讲加战斗是1个小时，这个时长就导致玩家会觉得情节好像不够曲折，不够扣人心弦。毕竟一共就1小时，属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那么在这部分，首先我们会来到圣火竞技场，在这里的场景呢，原神做了一些优化，把剧情的展开地点做进了副本地图。那么因为日常大地图加载如此多的 NPC， 负载是很高的，对于性能会提出更多的考验。所以为了让场景看起来更热闹一些，人更多一些，这种做进副本的设计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呢，进入场景以后的一系列设计啊，我觉得如果产能足够的话，还是有很多可以去优化的地方的。首先，如果我来设计，那么在进入副本之后呢，会先进一小段 CG， 用来表现这个盛大的场面，通过一个无人机穿越的俯拍大广角去展现热闹的人群，然后慢慢的镜头移到旅行者的身上，再开始玩家的时机。这样子的话，一个氛围的塑造会更强一些。那么现在直接时机感觉就会弱一些，而且这里的 NPC 呢是按部就班的整齐的排列出一条道路来，显得旅行者和纳塔人民有很强的距离感，也很生硬。当然我们知道啊，这里显然是为了后面旅行者走秀做的建模，所以就没有去修改，那这个也是比较遗憾的地方。总之这一段的优点就是 NPC 的数量增加了，缺点就是环境氛围的塑造略显生硬。如果产能足够呢，这里让 NPC 在道路上也站一些，而不是分裂站在两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会更好一些。那然后呢，我们经历了马维卡的战前动员，两人就进入到了本次的重头戏与深渊的决战。决战的前戏部分，我认为是整个 5.3 剧情处理最好的部分，每一个不足迹文都有回响，带着众人的期许，把玩家的斗志给点燃起来了。果然啊，当要守护重要的人时，力量就会涌现出来，火之意志诚不欺我。配合娜塔的这个 BGM， 我真的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过剧情，羁绊感非常的强。而且在前往最终战场的道路上，旅行者也是受到之前旅途中结识的 NPC 的帮助，那这种表达方式就很棒，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以说是顶中顶，我会给满分，怎么吹都不过分。这是一种人民叙事，英雄从人民中来，人民也总是自发的汇聚力量去帮助英雄前行嘛。而且马维卡和旅行者分头行动，也避免了之前社区诟病的战力表现问题，不存在谁抢谁的高光，可以说是很聪明的做法。那么接下去的15分钟就是整个剧情中真正的决战部分了。这部分的资源呢，可以说是拉满了，燃也是燃了起来，画面的表现力也很强。但问题也很明显，就是两个角色的视角来回切换，导致失去了叙事的延续性。旅行者遭到致命一击之后，马上就切到了马维卡的视角。那么旅行者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怎样的，这里让玩家一头雾水。然后呢 ，BOSS 的特效虽然看起来很酷炫，但是压迫感又很稀薄。这场战斗从文本上来看，应该是有一些挫折的，但是这种挫折的呈现方式又很不明显。整场战斗的难度呢，感觉不如特瓦林，也不如奥赛尔，甚至不如吞天之金。我觉得这里就是时长比较少，然后整个战斗好像一气呵成，没有什么你来我往的交锋，所以我们会觉得这场战斗好像很燃，但又不知道燃些什么。那另外，我个人还想吐槽一下这部分重复的过场动画。那这个地方其实有一点像星穹列车打周天歌时候的感觉，就是集合众人的力量发动强力的攻击嘛。但是因为星穹铁道本身是个回合制的游戏，战斗的过程就是重复的动画，所以连续出现这样的镜头就还行。但原神这边呢是一个可操作的游戏，连续出现3次就有一些小尴尬了。不过还好，元宝这边的祖传事不过3。总之，决战这部分呢，就是资源给到了，特效拉满了，但是情节的设计上少了一些跌宕起伏，总让人觉得在5.1就开始渲染的大决战差了一些意思。想想看啊，如果把之前日常的50分钟挪到决战的地方用，在情节上能够去更多的展现敌我对弈的过程，是不是就会有更好的体验呢？当然，这并不是本次剧情最大的问题。那么接下去就进入到本次剧情最尬、最有槽点的10分钟，夸夸旅行者的环节。只见纳塔人民分裂而战，争先恐后的合影签名，这种英雄的待遇呢，感觉是流量明星的红毯走秀。难道这就是新时代英雄赞歌的表现形式吗？我个人可能会更喜欢人民与英雄亲密无间，没有身份高低的这种朴素的表达方式。比如说火影当中，鸣人击败佩恩，木叶人是怎么去庆祝的？不是脸谱化的英雄大人怎样，也不是鸣人走在中间，木叶人分裂鼓掌排队签名，而是上去拥抱夸奖，没有很多的距离感。那如果说日漫不行，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下抗险救灾时候百姓和人民子弟兵的关系。个人感觉这样子的表达呢，其实会比现在剧情中看到的要好得多。所以这种强烈的违和感啊，让我在过这部分剧情的时候，还以为这是深渊编织出来的一个幻景，和打周天歌一样，后面会有一个反转，谁知道这居然是一个现实。这部分的写作方式和决战前与各部族的对话，都让我怀疑不是同一个编剧写的，在意识形态的表现上竟然能相差这么多。
难道真的是因为 4.8 玩家对于旅行者戏份的质疑，导致修改了娜塔主线的内容吗？但是这尬如流量明星走秀的夸夸环节，真的是玩家想要的旅行者的戏份吗？反正我并不想要。而当剧情到这里的时候，其实队长还没有出现，马维卡的死亡呢也没有出现，所以这一度让我觉得后面应该还有一波大的，应该还有更多的高光。但最后一幕只有45分钟，而和队长的行动以及马维卡的死亡有关的内容只有20分钟。就这样的结构安排真的还蛮奇怪的。虽然队长最后以一个让人尊敬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复仇，但是你总会觉得马维卡的死亡、队长的复仇这部分的处理多少有点草率，只用了20分钟就结束了剧情里另一个让人非常在意的悬念。而这部分在之前的剧情里还反复去铺垫，有一种逢人就说我一口气能做20个引体向上，结果真的要做的时候就酷力狂拉了一个感觉就不行了，多少有点对不起之前的伏笔和玩家的期待。那说实话，在没有过 5.3 剧情之前，我一直觉得 5.3 可能是火神旅行者前往深渊，但是不敌，火神支付了死亡的代价，队长中途杀出，然后找方法去重燃火神，旅行者独自一人深渊苦撑，然后终于等到两人和娜塔的全军出击，来一个复联般的作战，让深渊见识一下人民战争的海洋，接着就一气呵成取得胜利，然后快速的完结，留给玩家回味的空间。虽然说这样的安排有些俗套吧，但是我个人其实还是蛮吃这一套的。所以我们整体来评价 5.3 的这个主线，你会发现每个段落其实表现不一，好的地方呢真的挺好的，垮掉的地方呢也真的蛮垮的。而整个剧情的长度和结构呢，又让人觉得这样的叙事好像有一些仓促，之前铺垫的重点内容草草带过，非重点内容的篇幅呢又有些过长。在经历了 5.1 优秀的主线剧情之后，看 5.3 的剧情，感觉多少还是差了一些。另外，整个娜塔的剧情体验下来，我个人的感受是，原神的演出效果其实现在有一点赶不上它的剧本质量了。你想想看，如果整个娜塔的这个剧本，它是用动漫的方式来呈现，是不是真的可以燃到爆？但是用游戏来体现，虽然多了很多交互性，但是场景还有表现力其实都是有一些欠缺的。那基于以上的一个评价，我给 5.3 的剧情呢，大概是 7.5 分的样子，有亮点也有缺点，但更多的就是仓促。那么希望未来的剧情要以 5.1、4.2 这样的质量为标准，多多的打磨吧。好的，我是提瓦特地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